21天5000英里，途经美国11个州，全程自动驾驶。今年3月，我们完成了一家3口的第2次公路旅行。这一路我们欣赏了脑洞大开的艺术，也感受了大自然的力量，尝到了全美最棒的 barbecue， 也领教了家生的面条。美食、美景、艺术、科学，这一路既有意料中的美不胜收，也有些没想到的有惊无险。最美的风景不在终点，也不在路上，而在心中。为了让生活更鲜活，我们试着集体离家出走，走远一点，再走远一点，然后才发现家并不是那个我们经常住的房子，而是我们3个人聚在一起的任何地方。有的人扛着烦恼逃离烦恼，有的人抱着快乐寻找快乐，而一切的开始和结束都可能只发生在2个耳朵之间。我正在胡思乱想，车已经驶出了佛州。没想到在阿拉巴马州也能见到 Buc-ee's， 一个大到离谱的加油站休息区。老麦是他的忠实粉丝，除了夹着3种肉的三明治，我们还在这里第一次吃到了南方的特色甜点香蕉布丁。在车上眼睁睁地看着太阳下班回家了。此时的我们已经到达了路易斯安那州，虽然只是过客，但对这个州的美食早有耳闻，少不了要找一家餐馆解解馋。炸鲶鱼是路易斯安那的特色美食，外壳金黄酥脆，里面鲜嫩多汁，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吃到。香蕉布丁倒是今天第2次见了，看起来不太一样，但吃起来同样好吃。从佛州一路开过来，意外地发现路面都是非常新的，开起来非常舒服。1年前我们的环美东旅行则是一言难尽，时不时就会遇到坑坑洼洼，让你不敢高速行驶的高速公路。好路面和好心情似乎我们无法同时拥有，开着开着就一头扎进了大风大雨之中。好在自动驾驶已经进化到可以从容应对这一切，不像1年前一下大雨就闹罢工。总听说德州什么都大，所以当我们在休息区看到这个文字时，我们知道应该已经进入德州了。休士顿的第一站是 Costco， 我们的 Costco 3月什么值得买就是在这里拍摄的。这里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对德州的刻板印象，真的是什么都大。工作结束后，我们去附近吃了越南牛肉粉。我们全家都对汤汤水水的食物情有独钟，如果有的选，一定倾向选择越南牛肉粉或者拉面。我们订的旅店是4星的，但价格便宜的离谱。但入住后才知道，离谱的不光是价格，电梯嘎嘎叫，空调嗡嗡闹。这已经是我修好了的，修之前是啊，现在是呜。当然也有非常抽象的地方。真防盗，这么高级吗？主要在这儿，人在这儿，然后那边还吹着我第2天我就这样了，特别革命。说起来也怪，进入德州后，老麦连口音都变了。Stop shooting it up down there. 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在休士顿城里，老家说还挺好看，蓝天白云的。我问他哪有白云，然后我眼前一黑。这里是 Truth Barbecue Texas Monthly 杂志，每4年会列出一个德州 Barbecue 50强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它排名德州第3，是休士顿排名最高的 Barbecue。我们作为 Barbecue 小白，自然被全方位的刷新认知。原来猪肋排可以那么香，牛胸肉可以那么嫩，原来吃手撕猪肉可以像吃面条一样，原来烤火鸡也可以那么好吃，甚至连配菜都让人印象深刻。这就是我们当时心中的 Barbecue 天花板了。不过这个天花板只坚持了4天，我们4天后吃到了我们的人生 Barbecue， 当然这是后话了。Mel Wolf 在美国共有5座永久展馆，他们会把天马行空的故事做成可以亲身探索的艺术迷宫，其中会有各种脑洞大开的细节。我们之前在拉斯维加斯旅行时打卡过其中的一个展馆，全家都一下就迷上了，所以这次公路旅行我们打算把剩下的4个展馆全都玩一遍。
休士顿馆是 Melwolf 5大展馆中最新的，去年万圣节才对外开放。他们把一座约 3.2 万平方英尺的老仓库改造成社区电台，却在开播瞬间被吸进多元宇宙的裂缝，整座电台碎成布满暗门和端口的异维度迷宫。游客化身频道修复员，要在100多位艺术家打造的数十个高饱和霓虹空间里追踪失控的广播信号。我们在播音间怪叫时，没有意识到旁边的导播间可以听到这边的声音。话反正也说他们能听见。OK。不过后来我们去了导播间，把这份尴尬传递下去。Hey, yo, hello? 不光是播音设备，这里的乐器也都是真的。有的房间还有一点吓人。What is it? 哦，真的可以对话？那你能说天津话吗？ My problem is I don't speak English. I speak Australia. Why do you say your problem is you don't speak English, you speak... Oh my goodness！ 是不是 AI 呀？这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互动的，就连男厕所都非常抽象，可能是想让我撒泡尿照照。我们不确定平行空间是不是存在，但在这里真的是一转眼就过去3个小时，时间似乎被折叠了一样。我们住的位置离 NASA 很近，从附近的麦当劳就可以看出来，像是 NASA 和麦当劳出了联名款的快餐店。其实看附近的街景就知道离 NASA 不远。我们闲逛时看到了一家披萨店，用1000度的炉火去烤披萨，点单后2分钟之内就能拿到，非常神奇。吃完披萨一抬头，太阳已经走了，临走还贴了个晚霞给我们。今天我们要逛的是 NASA 的航天中心。美国有2大航天中心比较出名，一个是奥兰多附近的肯尼迪航天中心，主要负责火箭和飞船的组装以及发射。另一个呢，就是这个位于休士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，主要负责宇航员训练和飞船任务的远程指挥。如果肯尼迪航天中心像是一个航天主题公园的话，那么约翰逊航天中心就更像是个航天博物馆。相对于前者的细腻，这里显得更为硬核。你不仅可以看，还可以摸来自太空的陨石，甚至还可以摸月亮、摸火星。相对而言，地球的东西反而脆弱了一些，隔着玻璃也要提醒你别乱碰。我们参观旧的指挥中心时，感触最深的就是当年的航天人烟瘾可真大呀。除了指挥中心，这个全尺寸训练舱也是来者必看。这里1:1还原了真实太空站的布局，可以说是当年太空站的样板房，可以让航天员先熟悉太空站的动线和各种开关的位置，好在真正进入太空后不至于手忙脚乱。他在1974年退役之后就地留在了这里。航天中心的游客馆就是围绕着这节巨桶盖出来的，可见它的地位有多高。还有一个地方是想看不到都难的，就是这架运输航天飞机的波音747。自1977年起执行过200多次托运任务，在2012年退役后才搬到这里供人参观。他背着的航天飞机其实不是真的，而是根据 NASA 原始蓝图制造的高保真模型，用于展览和教学。这里还原的是1972年阿波罗17号最后一次载人登月的月面场景，工作人员大大方方在月亮上摆仪器，看得我们恍恍惚惚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而这里复刻的是1975年美国和苏联那场历史性的太空握手的瞬间。那次握手象征冷战僵局的破冰，是航天史乃至人类史上极具纪念意义的名场面。由于展区空间和布景需求，现场只保留了美方这一侧的假人，看着就像他在伸手欢迎你。你了伸手，你了伸手。这次的 NASA 之行还有一个好处，让老麦清晰地知道宇航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，为什么宇航员值得我们敬佩，他的职业风险又是什么。这里可以让你多一个梦想，同样也可以防止你多一个梦想。I don't
晚餐我们选择了拉面，看着好看，吃着好吃，每一样都不踩雷。尤其是老麦的儿童套餐，价格便宜量又足，可惜只接受12岁以内的儿童享用。有个经典的脑洞问题，如果你带着记忆变成小孩，你会做什么？现在我有答案了，来这里狂炫儿童餐。真有出息，真不生硬。休斯顿美术馆还没进门就可以看到德州特色，这里是美国最大、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博物馆之一，藏品总量超过7万件，从古希腊雕塑到超写实雕塑，从写实到抽象，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式的收藏。这里的很多收藏可能你都不熟悉，但他们的作者你肯定并不陌生。就像皮影戏这首歌，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，但你应该听说过周杰伦。不太热门对于参观者来讲其实是好事儿。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倒是很热门，但你走到哪儿都是人，让你觉得自己不是来欣赏艺术的，而是成为了行为艺术的一部分。休斯顿美术馆在这方面简直不要太爽，像做梦一样，我们可以按着自己的节奏来寻找有共鸣的作品，哪怕有时那个作品只有你自己能看懂。近看梵高，觉得他更像是个雕塑家，而这厚厚的油彩背后离不开他弟弟每个月的汇款。莫奈画到日本桥红得离谱，但这时他已经受到了白内障的影响，晶状体混浊后看什么都是橙红色调，也就是说莫奈其实是很写实的，看见什么画什么。这里没有卡拉瓦乔的画，但他的影响无处不在。这一幅就特别卡拉瓦乔，画的怎么样我根本顾不上多想，因为当时我总想给他剪剪指甲。有些画很有教育意义，比如这幅维纳斯尔惩戒丘比特，你看谁还没有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呢？开心一点。而有些画就是会让你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切感，回家翻翻老照片才恍然大悟，可见大脑真的会美化自己的记忆。这个博物馆有很多个楼组成，楼与楼之间由隧道连接，正好用来放一些装置艺术，色彩悦目，让过路人心生欢喜。老麦给现代艺术起的外号是 Lazy Art， 我相信很多人对于现代艺术的点评无非就是3种：这也能行，这我也行，你可真行。而他们的主要功能就是用艺术家的脑洞打开你的脑洞。就像这个装置艺术，这个脑洞来自一位美国舞蹈家，它能帮助你穿越时空，和几秒钟之前的自己进行互动和配合。老麦在这儿一玩起来就不走了，幸好旁边有座位，一坐下来又有新发现。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展厅，居然有草间弥生的展。我们像进入了异度空间，无论上下左右哪个方向看都找不到边界，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边界感这么差。当时特别展览的主题是挂毯与铠甲，可以看到16世纪的意大利铠甲、武器以及挂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特别展览的旁边会配合这个主题做一个游戏区域，孩子们就算看不懂特展，也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发挥想象力，玩一把高配版的过家家。这是地三鲜，小孩没分出来还咬了一口，这也是软的，闻一闻有香味儿。哎呀，葡萄也跟真的似的，我现在怀疑它这里的画都是假的。休斯顿美术馆非常大，非常好逛，如果认真逛呢，就连这里的礼品店都能逛上半天。老麦平时一毛不拔，这次呢斥巨资收了店里最后一个梵高，开心的不行。这个不像啊，梵高至少有1只耳朵吧。We listen and we don't judge. 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士似乎认出了我是谁，热情地迎过来打招呼：“你好，是不是小高姐？”还挺仙儿的。Oh my goodness， 真的。Let's do。你能说个1倍镜吗？别光弄了2倍镜。我拍东西，你不要老凝视我，好吧？大雾的天气几乎陪了我们一路，快到达拉斯的时候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能见度低到了要打开双闪，防止被追尾。可即使这样，自动驾驶也非常稳，再一次刷新了我们对它的认知。雨快停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 Buc-ee's， 这次比较幸运，老麦得到了合影、拥抱，还有贴纸。当然还有好吃的炸鸡三明治，这里的牛胸肉三明治看上去也非常诱人，口味有些偏咸，但用来解馋是绰绰有余的。达拉斯的旁边是沃斯堡，这里有一个很神奇的所在 Kimbell 艺术博物馆。
之所以说它神奇，是因为它的收藏数量不大，但质量极高。整个博物馆只有300多件藏品，但每一件都是各时期的代表性精品。博物馆的屋顶可以把日光反射成均匀的银色天光，让我们感觉自己在艺术品之中欣赏艺术品。这幅受魔鬼折磨的圣安东尼，乍一看好像是过年时被各路亲戚团团围住的你，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。但如果我告诉你这是文艺复兴3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在他12岁时画的，是不是你就肃然起敬了？卡拉瓦乔的画全美国只有7幅，而这里就有1幅。只不过今年意大利搞卡拉瓦乔特展，把这幅画借走了。去年我们去纽约逛大都会博物馆，大都会在举办荷兰画家特展，临时把卡拉瓦乔的画都收起来了。真是出走半生归来，还是没有看过卡拉瓦乔。打牌出老千这个题材被卡拉瓦乔画成爆款之后呢，有很多画家跟进。法国画家拉图尔的这幅就比较有名，准确的说不是我们眼前看见的这幅，而是法国卢浮宫里的那幅。乍看一模一样，其实那个是方块 A， 这一幅是梅花 A。 虽然法国那幅更出名，但 Kimball 收藏的这幅反而是被先画出来的。意大利纳沃纳广场的摩尔人喷泉是非常著名的打卡地。注意 C 位的这个男人，很多人都以为这是贝尼尼本人亲手做的，其实现场大理石主像由他的助手完成，贝尼尼负责设计与监修，顶多算个创意总监。Kimball 收藏的这个泥像就不一样了，他反而是贝尼尼亲手制作的，是给当时的甲方，也就是教皇的玉兰小样。大师的小样在300多年后的今天也成了金光闪闪的大样、巨样。这个羊头雕塑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当我发现它是5000年前的作品时，赶紧立正站好，默默在心里挖了个槽。最后补充一句，这个博物馆是完全免费的，包括这个非常漂亮的停车场也是免费的，感谢你们。原计划去吃个拉面，找不到车位就算了，居然连卫生间都不提供，是可忍，尿不可忍。于是我们歪打正着，找了一家非常棒的汉堡店，招牌汉堡里有烤过的桃子，甜、咸、辣，一吃就会上瘾，吃不到呢还会出现戒断反应。周日早上7点多我们就爬起来了，去一个上午11点才开门的 BBQ 门口排队。Goldie's BBQ 一周只营业3天，当天的食物售完为止，如果不提前排队，绝对吃不到最热门的那几样。我们是8点就到了，但前面已经排了很多人，看那架势，这根本不是嘴馋，简直就是信仰。排队时才知道，大家都是天南海北慕名而来。排在我们前面的一家人昨天刚来吃过，今天又来排3个小时，一下就把我们本来就很高的预期拉得更高了。到了开门时间，队伍已经排得老长，此时才来排队的话，可能也要等上2-3个小时，而且可能很多东西都吃不到了。排在前面还有个好处，保证能试吃到 burn ends， 这个部位是精华中的精华，数量有限，属于非卖品。因为我们排得靠前，老板甚至还额外送了我们好多的 burn ends， 那一刻它简直就是个金光闪闪的罗汉。来都来了，我们多样少量的把每一样都点了一些，非常负责任的讲，每一样都好吃，而且是刷新认知的那种好吃。牛肋排让你体会大口吃肉的快感，牛胸肉肥瘦相间，软嫩多汁，牛油的香味会在口腔中爆开，炸得我们大脑一片空白。猪肋排烟熏味很重，越嚼越香，停不下来。最绝的是烤过的猪五花，肥而不腻，带着焦香，配上他们自己烤的土豆面包，一口咬下去，原地生鲜。更难得的是，配菜也格外的好吃，从菜单设计到制作都能感受到店家的诚意。甜点也有惊喜，香蕉布丁从质感到口味都碾压式的远超我们之前吃过的。面包布丁只有周日才有，排队3个小时能吃到这个就已经值了。关于本次旅行吃到的各种 BBQ， 我们专门聊过一期播客，有兴趣可以听一下。大家快看我的行为艺术！
沃斯堡现代艺术博物馆就在 Kimbell 艺术馆的旁边，它的建筑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。我们对现代艺术一窍不通，但好在现代艺术就是用来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的，不断用各种形式告诉你，艺术是没有边界的，可以这样，也可以这样，还可以这样。当你觉得自己的脑子已经信马由缰，没了束缚，马上就会被另一个脑洞吸到更自由的地方。当我看什么都像个展品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今天看够了，再看下去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咱是他妈的艺术家。你可以跳，别说，别说，快订阅我们！ Hit that subscribe button. 回到旅店后，我们带老麦游了个泳，玩了会儿游戏，真是完美的一天。当什么国宝？吃什么竹子？打竹板，卖大布，老板开了个棺材铺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国宝。国宝好玩吗？哎呀，你把我打了！报警呀！快报警！哎呀，心脏疼。嘿，你也躺。达拉斯也有一个 Mel Wolf， 名叫 The Real Unreal。从入口进去就可以看到一幢普通的房子，像邻居家一样，看起来平平无奇。但随着你的探索，你会发现各种不对劲儿。冰箱门一打开，顺着暗道走过去，你会发现更多的冰箱门。从壁炉钻进去，可以直接通往另一个平行空间。洗衣机是一个魔幻滑梯的入口，每个地方都有可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入口，你永远猜不到下一秒钟会看到什么。对孩子来讲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可以无限探索的天堂，而对于大人来讲，你可能会被卡住。整个展览围绕着一个普通家庭展开。某一天，他们的儿子突然失踪了，家里留下了各种奇怪的线索。不过我们这次玩的时候，并没有沉浸在剧情里边去找线索，而是单纯的当成一个巨大的视觉迷宫来探索。这里有几十个不同主题的空间，从五彩斑斓的神奇城堡到像童话世界一样的奇怪房间，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无尽的惊喜。当天的计划还包括了赶路，但是德州真的是太大了，一直开到了晚上，也没能离开它。随着风景看起来不太一样，我们离新墨西哥州越来越近。充电时发现旁边有拉面店，意料之外的好吃，是值得专程去吃的那种好吃。老麦的吃喝都是自己点的，吃得非常开心。我们在新墨西哥州的第一站是白沙国家公园，整个公园就是一片超大的白色沙丘，看上去像下了雪。开车进去的时候，会先经过一段铺好的公路，越往里走，周围的沙子就越来越白，阳光一照特别晃眼，所以太阳镜一定要戴。3月并不是去白沙的最好时节，风有些大，所以还要戴上口罩。白沙公园的沙子是由石膏颗粒组成的，因为石膏导热性不高，即使太阳很大，脚踩上去也不烫，往下一踩甚至还有点凉。到了深处，路两边就全都是高低起伏的白沙丘了，你甚至看不到尽头。这里最流行的玩法就是滑沙，但沙地很软，很难往上爬，可以说滑下去有多爽，爬上来就有多累，玩几次就投降了。老麦却似乎不受重力影响，举着沙板顶着风，如履平地。白沙公园的日落美得像虚构的，一时间似乎全世界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刚浪漫了没几分钟，我们家的幽默爆笑神君又登场了。给大家看一眼我现在所处的环境环境太漂亮。公路旅行的好处之一是可以欣赏沿途的美景，有机会看到一些难得一见的东西。今天的目的地是新墨西哥州最大的城市 Albuquerque。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城市，但你一定知道《绝命毒师》和《风骚律师》。
这两部剧呢都是在这个城市取景拍摄的。这两部剧中的炸鸡店就是眼前的这个汉堡店，一进店就能感受到这里是一个热门打卡地。店里也保留了很多剧中的元素，我们很幸运地坐到了老白和小粉坐的位置。这里的食物很一般，并不值得推荐，不过相信也没有几个人真的是来吃饭的。来到 Albuquerque 的老城区，街道两旁的建筑越来越有特色，门口的装饰让人看着就亲切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这里还有一个剧迷的朝圣地，专门卖《绝命毒师》和《风骚律师》周边的纪念品店，满屋子都是只有剧迷才懂的梗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不卖的。如果你是粉丝，这里绝对是你到 Albuquerque 必打卡的地方。这个城市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——国家核科学与历史博物馆。它不仅是一座讲核能的博物馆，更像是一段关于科学、历史与人性的探索之旅。这里带你走进原子时代的诞生，从科学家的奇思妙想到改变世界的重大工程，从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到战场上令人心惊的各种武器，每一步都在提醒着我们，科学的力量既能推动文明发展，也能改变人类命运。在这里，你不仅可以看到结束2战的2枚原子弹模型，也可以看到在核的影响下产生的电影、漫画、玩具、桌游、游戏，就像穿越回冷战时期，不由得手心冒汗。走到户外，你可以看到各种轻易让无数生命灰飞烟灭的大型武器，但是旁边却放着一个滑梯，给了孩子非常具体的快乐，却留给我们有些抽象的悲伤。核可以带来健康，也可以带来死亡，可以瞬间带走几十万生命，也能结束战争，带来和平。世界就像一张摇晃的桌子，力量与风险，恐惧与希望，我们需要心存敬畏地寻找平衡。离开博物馆，我们继续出发，目的地是新墨西哥州的首府 Santa Fe。这里不愧是文艺之都，一到这里就看到有人在玩抽象。不知道是不是海拔高的关系，感觉一到这里连时间都变慢了。Santa Fe 也有一个 Meow Wolf 展馆，而且这里早在2016年就向公众开放，是全美5大 Meow Wolf 中最早的一个，名气也最大，几乎是所有粉丝心中的朝圣地。由于后来的展馆或多或少借鉴了这里的设计，再加上我们之前几天刚刚去过休斯顿和达拉斯的 Meow Wolf， 所以在这里的探索会有一些似曾相识的场景。尤其是达拉斯那家，从结构上几乎是照搬了这里的模式，同样是闯入了一个家庭，许多入口的形式都完全一致。不过从整体的感觉上讲，这里更暗黑系一些，更像是美剧《怪奇物语》带给人的感觉。如果达拉斯那家 Meow Wolf 是一个神秘的童话，那么这里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你一不小心就会走入某个人的噩梦。整体上讲，对于还无法接受暗黑氛围的小朋友来讲，不太友好。作为 Meow Wolf 的发源地，这里有一个别的展馆都没有的特色，会有真人角色突然从角落出现，有的冷冷地从你身边走过，有的则会停下来和你亲切互动。让我们意外的是，这些环节对老麦来说没有一丝惊吓，反而全是惊喜。尽管被之前逛过的 Meow Wolf 剧透了一轮，我们依然能够在这里感受到探索的乐趣。无论是整体互动还是艺术氛围，这里都独树一帜，是我们自出发以来逛过的3个 Meow Wolf 中最值得推荐的一个。Santa Fe 的海拔是2100米，水的沸点只有93摄氏度。如果你心血来潮想吃顿面条的话，就有可能收获一份加生又粘牙的惊喜。千万不要问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冷知识的。进店时，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门口那句霸气的标语有多么的吓人。Santa Fe 的建筑都很有特色，在老城里溜达的时候，我们又看到了老朋友。晚餐我们选择了一家永远不会出现加生食物的快餐店，也算是一种求生本能吧。这一天的主线任务就是从 Santa Fe 一路开到 Denver。老天爷觉得这个任务过于简单，怕我们无聊，于是给了我们一个飓风模式。一开始走山路还不明显，后来进入了平原，风速直线上升，有的地方会卷起沙尘。
每当我们觉得这个大风不过如此的时候，就会在路边看到一辆被风吹倒的大车，直到后来遇到了新墨西哥州牌照的同款车型，在前面开得又快又稳，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一半。随着云越来越低，雪山越来越近，风速也渐渐降了下来。到了单位找了一家越南牛肉粉来吃，评价挺高，味道也不错，但远不及我们10年前在单位吃过的那一家惊艳。好在老麦对牛肉粉是真爱，一向挑食的他也能大快朵颐。单位艺术馆是我们逛过的美育教育做的最好的博物馆，没有之一。它对年龄在18岁以下的所有人都是全年免费的。入口处有存放外套的地方，非常贴心。更贴心的是，门口就有一个互动的区域，周六人比较多，还会有艺术家现场演示创作过程，这里让你充分享受创作的乐趣。老麦2-3下就做了一个拼接画，我也试着给已经褪色的童年种上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。在这里还可以玩皮影戏，能根据需要更换角色和背景，特别激发创作欲。你甚至还可以动手制作自己设计的角色。老麦在这里玩得特别开心，交个朋友也是分分钟的事儿。这里也提供了各种画笔，让你自由发挥。我也画了一张这次旅行中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画面。我们还在这里偶然发现一本好书，里面收集了60位世界各地插画师的速写和笔记，就像偷偷翻开了艺术家们的日记本，能看到他们创作时的灵感和试验。不知不觉我们在这里玩了快2个小时，差点忘记我们是来参观博物馆的。丹佛艺术馆挺会安排的，把最火的名画全都放在了门口，多快好省地满足了想和名画合影的人。而对认真逛展的人来说也很友好，毕竟大部分特种兵早就被门口的名画吸引走了，后面的展厅就清静多了。在这些名画旁边还有一个区域专门展出各种画框，用这些条条框框提醒我们打破心中的条条框框，别只盯着画，画框本身也是艺术的一部分，同样重要。主楼有个能做手工的地方，各种工具和材料一应俱全，随机抽个主题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表演。我们全家上阵，每人做了一个，大家可以猜一猜这3个手工分别是谁做的。其实这个是老麦做的，这个是老家做的，而这个呢是我做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一个都没猜对？单位艺术馆也很像一个科技馆，这里会展示各个时代的绘画工具，各种颜色的起源地和制作，淡彩的调制，以及各种染料是怎么来的，各种材质的面料都是怎么回事儿，可以用各种面料进行创作，甚至还能设计出自己的穿搭。很多展品都有自己的编号，在手机 App 上输入编号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资料，还能听音频介绍。很多地方都有屏幕，用视频来科普文化知识，让参观者更立体地了解展品。当然，在这里逛只用眼睛是不够的，还得各种动手。你甚至可以动手布置属于你自己的博物馆。刚刚见过的瓷器，可能走2步就会看到1比1复刻的立体磁力拼图。你想玩吗，妈妈？我也想玩嘛，我想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玩。好嘛，干嘛还腌个菜呢？是咋的？有一些冷知识，你不逛艺术馆，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发现。这个明艳的配色是不是看起来很梵高？但其实这个陶砖早在梵高出生前200多年就有了。只有把同时期的作品摆在一起，你才会明白伦勃朗在光影上的造诣简直是对同行的降维打击。有些展品非常精美，但老麦却想继续往前走。我试着用他的视角去看，才意识到我们大人眼中的精美展品是这副样子。艺术馆里的食物也让人印象深刻，就连它的盘子都是加热过的，看着格外精致，吃起来更是可以用惊艳来形容。单位艺术馆不仅让你吸收知识，更创造了一切条件让你去表达，而表达往往比吸收花费更多时间，所以我们用了1天都没逛完，最后临时决定取消第2天的原定计划，再来一次。这一天是周日，不知道为什么参观艺术馆的人非常非常少，于是我们放慢节奏，尽情享受包场般的奢华体验。
在丹佛艺术馆里逛，不难发现形态各异的窗户，一来可以随时欣赏户外的风景，来个天人合一；二来引入了大量的自然光线，让艺术品更加有形的同时，也会给参观者带来一些灵感。感觉这个楼的设计处处都有表达，我们一查才发现它果然不简单，是由意大利现代设计大师吉奥庞蒂设计的，也是他在北美留下的唯一建筑作品。丹佛艺术馆不光好看，而且好玩，到处都是和展览相关的童书或者视频，有很多既能发挥创意又能学到知识的互动区。前面刚学到用2种元素创造出新东西，后面的展览中就能真的见到它。这种启发式的布展方式很容易激发出孩子的创作热情。更厉害的是，这种启发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任何地方，甚至上个厕所都有可能邂逅一件艺术作品。经历了无数启发之后，我们的表达也发生了变化，尤其是老麦，不仅仅作品越来越抽象，整个人都变抽象了。你这是害死了。当然，给人刺激更大的还得是现代艺术区。老麦看着看着来了灵感，举着手问我：艺术吗？有没有创造艺术我不确定，但我知道老麦一定在这里找到了自我。这就是上学的老麦。今天的晚餐依然是拉面，这家拉面馆在 Google 地图上有15000个点评，居然还能拿到 4.9 分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丹佛艺术馆的得分是 4.7 分。我们的体验是食物方面挑不出任何毛病，尤其是儿童套餐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只有儿童才能点。我们不太喜欢的是这里的就餐环境，音乐声音比较大，光线呢可以用昏暗来形容，要知道当时的店门口是这个亮度。丹佛也有一个 Meow Wolf 的展馆，而且是5个展馆中最大的一个。上午11点开门，10点50就已经排起了长队。这里是多元宇宙的中转站，可以让你轻松穿梭在4个平行世界之间，从赛博朋克到奇幻森林，从神秘洞穴到外星空间，你可以探索各种彩蛋与惊喜。因为故事设定本身就极为丰富，所以这里也就成了所有 Meow Wolf 展馆中表现形式最多元的一个。不仅能尽情探索，还能通过更多互动方式让这场冒险更加立体，更加有趣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偶尔会遇到一些设备出故障，让孩子的热情瞬间被泼了点凉水。不过好在彩蛋和惊喜太多，很快就能转移注意力，继续嗨起来。整个展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了，我决定以后也要在家里装修一个这样的角落，然后坐在那里看电子书。嘿，行为艺术。说到行为艺术，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，这儿的厕所里有针头回收箱，厕所门口还放了个急救用的除颤器，我猜大概率就是偶尔有人在厕所里给自己开外挂。旁边的墙上还有一句著名的拉丁文，人终有一死，一个贯穿西方艺术史的创作母题。至于挂在这里是为了提醒你及时行乐，还是劝你好自为之，就看你自己怎么理解了。艺术家的中心思想怎么能让你轻易总结出来呢？又不是小学语文课本。总之，这里是我们本次公路旅行去过的4个 Meow Wolf 展馆之中最值得推荐的一个。如果你也到丹佛旅行的话，这里绝对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打卡地。今天的美食打卡地是一家越南牛肉粉店，我们上次来还是2014年，11年过去了，食物依然和记忆中的一样美味。这家店开得很佛系，随机关门休息，但吃过就知道老板对食物和品质有着极高的追求和坚持，就连一向挑食的老麦也吃得开开心心干干净净。如果要我们列一个这次旅行的美食榜单，它绝对排在前3。今天的任务是赶往 Kansas City， 算上中途充电和休息，大约需要10个小时。其实咬咬牙也能一口气开过去，但我们已经出来旅行了10几天，不想把行程安排得太紧，于是决定中途休息一晚。结果刚进入 Kansas 州，风越来越大，看了眼手机，说明天早上大概率会有暴风雪。可是这一天的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，又能下多大的雪呢？毕竟天上连朵像样的云都看不到。
老天爷果然给了我们点颜色瞧瞧，满眼的白色。我们所在的小镇一早就因为暴风雪停电了，可能一整天都没法恢复，高速公路全被封锁，而我们昨天哪怕再多走1个小时，今天就能正常出发了。小镇停电意味着所有商家都关门，连口吃的都买不到，所以我们决定绕过高速试试普路，发现前面已经有人试过了，显然不太行，只好乖乖回到旅馆。好看的晚霞出现时，事情终于有了转机，小镇恢复供电，晚上8点多高速解封，我们立刻出发。本来还担心路况，结果发现高速路面上干净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路边的红色光点在黑暗中亮起，伴随着我们一路前行，仿佛钻进了草间弥生的装置艺术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风力发电机上的警示灯。Kansas City 的 barbecue 也是非常有名的，和德州烧烤不是一个流派。德州吃的是肉，这里吃的是酱。强烈推荐的是烤鸡翅和烤鸡，酱香浓郁，汁水丰富，调味和口感都是一流的。烤肋排更是一绝，外焦里嫩，配上酸酸甜甜的酱，让老麦当场就多长出了一个胃。五花肉也好吃，只是呈现的形式少了印象中传统 barbecue 大口吃肉的爽感。牛胸肉的风格并不是我们喜欢的那种，更像是酱牛肉，而且是配了酱的酱牛肉。在这家 barbecue 几分钟的车程之外，就是我们这次公路旅行的重要一站 Nelson Atkins 艺术博物馆，是美国中部最具代表性的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博物馆，收藏作品超过4万件，不仅有欧洲经典的画作，更有很丰富的亚洲艺术精品。另外，这个宝藏一样的博物馆是全年免费向公众开放的，如果自己开车来的话，访问成本只有$14的停车费。博物馆知道大家要看什么，还贴心的把名画的位置印在导览手册上。当然还是因为意大利搞卡拉瓦乔特展的原因，这幅卡拉瓦乔也被借走了，而临时放在这里的替补画的就是我们当时的心理感受。博物馆的4万多件藏品中有7000多件都是中国艺术收藏，数量和质量都是美国顶尖的。尤其是这个大厅，元代佛教壁画、宋元风格的木雕观音像、明清的格扇与藻井被完整的拼合在同一个空间里，仿佛把几百年的时光压缩在一瞬间，带来一种时空错位的美感。这里有一尊辽金3彩罗汉像，等身大小，栩栩如生，仿佛穿越千年来度有缘人，那神情似曾相识，当时看得我脑子里过电，一不留神就被点火。他妈的艺术家！离开 Kansas City， 我们一路向南，没想到在半路充电时还吃到了云吞和肉夹馍，算是旅途中的小惊喜。赶了1天的路，终于在晚上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。孟菲斯的 barbecue 是美国烧烤4大流派之一，绝对是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的美食。看店标也知道，猪肉是必吃的，尤其是他家的招牌开胃菜，玉米片上铺满了手撕猪肉，再配上奶酪酱和烧烤酱，给了我们一个惊艳的开场。干烤风格的猪肋排也是一绝，外层像被炸过一样焦脆，裹着满满干料，越嚼越香。炸鲶鱼真的是个惊喜，火候恰到好处，好吃程度完全不输给任何烧烤。Burns 的酱非常厚重，是用番茄作为基底制作的，酸甜味更重，烟熏味不那么重，绝对是老麦的菜。这顿烧烤彻底把老麦吃美了，从店里扭到了店外。今天的行程非常轻松，只用5个多小时我们就到了亚特兰大，正好遇到晚高峰，路况也复杂了很多，还好有自动驾驶撑腰，全程不焦虑，不担心走错路。我们管这家店叫搂着大猪蹄子睡觉，上次公路旅行吃到的第1家店就是这里，没想到这次公路旅行最后一餐又回到了这里。
时隔1年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变，味道依旧和记忆中的一样，每一样都超好吃。唯一的变化是我们最喜欢的套餐价格涨了不少，但依然不妨碍它入选我2025年最喜欢的3家餐厅之一。3月底的亚特兰大樱花盛开，可惜我们太想回家了，没心情多多欣赏。中途休息时，老麦一不小心把鞋丢在了佛州欢迎中心，本想趁机教育几句，转念一想，他才是最难过的那个人，到嘴边的责怪变成了安慰，当场就给他买了双一模一样的新鞋。21天过去了，家就近在眼前，也许我们从来没有离开彼此，也从来没有离开家。